上周我虽然没有更新《植物大战僵尸》，但是却看到了这么一条评论：小熊，我发现了一个原神大战僵尸，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？好家伙，原神大战丘丘人，真他妈是万物皆可植物大战僵尸吗？正好上期试玩点赞也够1万了，这游戏正好不是正好可以做一期视频。熊试玩主页很简单，一张原神的壁纸当做背景，然后游戏名非常精致的写在上面。但此时我的内心还是抱着怀疑态度的，忐忑的点击开始游戏。实在太年轻了，我不懂植物大战僵尸。那年阳光变成了魔拉，小推车认识了天天花。虽然乍一看给我看懵了，但是想想是植物大战僵尸也就很好理解了。收集掉落的魔拉来去购买角色卡。哎，话说这里的阳光换成原石的话，是不是更加合理？好，刚开始先放置派蒙，派蒙在这儿的作用就相当于向日葵，可以给我们产出游戏币。咱也不太了解是什么原理啊，还是说储备的派蒙论斤卖？不是，安博很容易理解了。作为原神里的射手，在植物大战僵尸里也就成为了前期很好的火力输出。那既然游戏名字叫做原神大战丘丘人，所以我们的敌人理所应当的人畜无害的丘丘人。丘丘人也分不同的种类和不同的强度，比如这里的迟钝丘丘人血量就很高，但更难搞的还是射手丘丘人，会一直远程攻击。当然我们这边也有更强的，作为原神里性感知性的杨教授，西风骑士团的知性魔女来到了植物大战僵尸里。你还我丽莎？不可能！丽莎射出的雷暴攻击，我本以为会设定成寒冰射手那样，作为一个有减速效果的攻击，但其实并没有。那减速效果会放在哪个角色身上呢？但说到玩植物大战僵尸，弩枪弹这个大宝贝肯定是不能少的。在这里很自然的就是拥有辅助防御能力的诺埃尔了，步行铠技能可以吸收伤害，这里也能很好的抵御攻击。但这时候却在上面一路来了一个冰剑丘丘人，那派蒙你往前顶一下吧。丘丘人有一堆各式各样的种类，冰火雷草各种属性都有。最恶心的是这个会爆炸的，好家伙，原以为诺埃尔可以防得住，结果连带后面的派蒙都给炸了。在诺埃尔的身后可以再放一个香菱，近战输出香菱就可以躲在诺埃尔后面戳。不过这时候丘丘人来的数量越来越多了，还是觉得如果有寒冰射手拖延他们速度的话，应该就可以很容易。等等，寒冰属性？对呀，凯亚可以冻结敌人呀。能动啊你凯亚也是近身攻击，对面前的3行造成伤害。果然冰属性确实是有减速效果，但都靠这么近了，你减个什么劲啊喂？好，最后一波丘丘人来袭，坚持完这一关就可以胜利了。这游戏作者如果还继续做这个游戏的话，感觉如果可以多分出几关出来，应该可以玩挺久。这多重影纹身吗？这最后一波也太多了吧！尤其是我这一路基本上是要凉的呀。朋友们看看这是啥？好家伙，香菱的技能，这是香菱的锅巴人偶技能，可以喷火，自然也就很贴合火爆辣椒的身份。当然除了香菱的锅巴以外，安博的技能在这里也有，相信有人早就已经注意到这个卡片了。这个兔兔伯爵拥有一定范围的爆炸效果合理，很合理。但是最后剩下的丘丘人就很难解决了。3路还好，慢慢交替着放能打赢，但是2路注定是要丢车了呀。也是很好奇这甜甜花酿鸡怎么救它不是小推车是吧？我们要保护的就是这盘鸡是吧？我他妈好，重新再来一遍。既然挑战了，至少先赢一把才算是水，不是才算是做了一期视频是吧？这把的战术我们就很有计划性了。上把输了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后期游戏币不足了，兔兔伯爵这类救场的卡片用不出来，所以这把我们直接储备2排粮食，不是这样我们后期就会很容易了。安博咱们前期时常用，毕竟又便宜冷却又快，但是只放1排，其他尽量放些伤害高的。堆上1排丽莎增加输出，诺埃尔大胆的放在靠前一些的位置，然后凯亚暂时先放2路和4路，有着范围攻击刚好也够用。好，现在我们迎接后面的攻击就非常游刃有余了，后面的时间就是不断的填充空格就行了。好，我觉得这把肯定是能通关了。最后一波丘丘人来袭，没什么压力啊，其实光看我们的游戏币就丝毫没有往下掉，慢慢拿锅巴和兔兔伯爵也能耗死他们了。解决完了最后一只丘丘人，游戏胜利，我们也终于是成功保卫了甜甜花酿鸡。好，游戏到这里好像就没内容了。游戏呢是由这位 UP 主大神制作的，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串门了解一下。也感谢观众老爷发来的游戏投稿。OK， 那还是点赞1万，继续安排下期视频。有啥好游戏或者奇葩游戏，可以在评论区投稿呀。我真是小熊，记得下期来看，拜拜。